说起小成本高分悬疑犯罪电影，想必大家肯定会想到那个只有一口棺木、一部手机、一个主演就拍完的电影《活埋》。而今天要讲的这部片子，同样只在一个街头就完成了整部电影。今天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这部2002年上映的一部经典悬疑犯罪题材影片。麦克是一名公关人员，每天过着平凡打电话的生活。可他暗地里却背着自己的妻子有着一个秘密情人。为了不被妻子发现自己的秘密，麦克像往常一样偷偷来到街上的公用电话亭约会情人。可没想到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等他刚准备拨打电话，一名外卖小哥却来到了这里，声称有人给他订了一份披萨。有点懵逼的麦克告诉外卖小哥他搞错了。麦克告诉他自己并没有订过披萨，可外卖小哥却声称自己并没有搞错，订单上写的地址就是让他送到这里的电话亭。不耐烦的麦克让他直接送给流浪汉，可外卖小哥认为这样做并不妥，他还是坚持自己没有搞错，因为他可不想一个误会让自己白跑一趟。面对小哥的执着，麦克说出了亲切的问候语，这样的话直接刺痛了外卖小哥。 I'm sorry. Please return to sender. Fuck off. There you go, $5. Eat the pizza yourself. You look like you could use a good meal. 面对如此毒舌的麦克，小哥为了生活也只能带着披萨愤愤不平地离开了此处。此时的麦克终于如愿联系上了自己的情人劳拉，两人互诉衷肠了一番，便匆匆挂断了电话。可没想到的是，当麦克准备离开电话亭时，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有着职业病的麦克自然接起了电话，对面却传来了一个神秘男子的声音。男人声称自己便是给他订披萨的人，没想到被麦克拒绝了。神秘男子告诉麦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会让其终生难忘。一脸懵逼的麦克根本不知道对方到底在搞什么幺蛾子。可神秘男子告诉麦克自己已经盯上了他。麦克本以为这是个恶作剧，并不打算理会，准备挂断电话。可对方却说出了他的名字，还有麦克家的详细地址。麦克还以为是自己之前在工作上得罪了某人，想要报复自己。面对这样的威胁，他并没有放在心上。麦克也是对其直接放下狠话，奉陪到底。可男子却说出了麦克对自己的妻子不忠的秘密，这让麦克直接傻眼。男人还告诉麦克自己手里就有他妻子的电话，对方究竟是谁，想要做什么，麦克完全没有丝毫头绪。可神秘男子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打电话给了麦克的情人劳拉。男子直接将麦克已经结婚的事实告诉了他，并且他解释麦克经常在公用亭打电话给他，就是因为麦克不想被妻子发现。劳拉听到此话也是直接无语，他没想到麦克竟是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人。而在电话亭那一头听到两人对话的麦克还想要狡辩，可劳拉根本听不见麦克说话，他只能干傻眼。被神秘男子抓住把柄的麦克也根本没有丝毫办法。与此同时，外面徘徊已久的一名金发女子也想要使用电话亭，见麦克迟迟没有出来，她也是不耐烦呼喊着麦克。此时一脸郁闷的麦克直接与其发生了争吵。接下来神秘男子要求麦克用自己的手机拨通妻子的电话，麦克也只能乖乖照做。可神秘男子却要求麦克对着自己的妻子当面承认不忠这件事情，麦克没有按照他的要求照做，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秘男子要挟麦克的唯一把柄。可接下来神秘男子却告诉麦克，他已经被狙击枪瞄准，如果不按照要求照做，那么他的下场可想而知。而麦克根本不知道神秘男子究竟藏在了何处，他也不知道神秘男子是不是在撒谎。起初他根本不相信这么离谱的事情，直到电话亭边上的路人玩具被瞬间打爆，麦克吓得直接瘫坐在地，他才意识到神秘男子并没有和他开玩笑。神秘男子还说出了在这个街头曾经发生过好几起枪击案，这些人都是因为犯下错误不知悔改才会遭遇这样的下场。此刻麦克终于明白神秘男子为什么盯上了他，并且麦克已经清楚地察觉到自己已经被红外线瞄准。与此同时，因为麦克长时间占用公用电话亭，已经引起了站街女的不满。他们的负责人大块头气冲冲找到麦克要教训他，而大块头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神秘人告诉麦克，只要他同意，自己可以立马帮他解决眼前的麻烦。大块头直接用棍子砸碎了电话亭的玻璃，他将麦克强行拽了出来。眼看着情况不妙，麦克不得已只能同意让神秘男子帮助他。装有消音器的狙击枪打出子弹只有微弱的声音，周围人还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块头顿感背后一凉，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中弹，倒退几步之后，他便立刻倒在地上领了盒饭。这群女人才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认为是麦克开枪射杀了大块头。而接到警报的警方很快便赶来此处，将麦克包围。警方立刻喊话，让麦克举起手走出电话亭。可麦克却告诉警方自己根本办不到，因为麦克一旦挂断电话，自己下场便会和大块头一样。可他自己又不能直接说出自己遭到了神秘男子的威胁，因为一旦说出神秘男子自己同样会被杀害。他只能告诉警方自己没有杀害大块头，因为他的身上根本没有枪，而这通电话对他非常的重要。可警方根本不知道麦克在搞什么鬼。这次行动指挥负责人黑哥为了控制局势，打算和麦克谈判，可神秘男子不让麦克告诉黑哥发生了什么事情。面对麦克的含糊其辞和神情紧张，黑哥终于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劲，他立刻找来技术人员追踪电话那头的人究竟是谁。与此同时，麦克的手机电话突然响起，神秘男子认为是麦克的妻子打来的，让其赶紧接起电话。可麦克也意识到，如果他下意识的掏口袋，肯定会被警方误认为是在掏枪，自己肯定会被当场就地正法。直到他看见自己的妻子来到现场，他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神秘男子的圈套，因为电话就是神秘男子自己打来的。他想要借用警方的手杀死麦克。麦克意识到神秘男子并不知道自己的妻子的模样，
可糟糕的是，警方却让他的妻子与麦克喊话，这瞬间就暴露了妻子的身份。尽管麦克矢口否认她是自己的妻子，可神秘男子还是看出了麦克在撒谎。他这么说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神秘男子还告诉麦克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因为他早已经在通讯电信箱里面的线端口做了加密处理，警方根本监听不到两人的对话，因为他用的是一个转接虚拟号码。警方想要找到他，起码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并且神秘男子自信地说到自己将成就一个完美犯罪。他要求麦克继续做之前没有完成的事情，那就是当着自己妻子的面承认自己对其不忠的事实，否则下一个受害人便是麦克的妻子。虽然麦克难以启齿，可面对这样的威胁，他还是将这件事如实告诉了妻子。在这样的处境下，麦克的妻子现在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件事情，他只想要麦克冷静下来，走出电话亭，保住自己的性命。麦克按照要求说出了这件事情，可神秘男子却告诉麦克自己还没打算放过他。面对神秘男子的嘲讽和言而无信，气坏的麦克直接挂断电话。他举起双手投降，准备从电话亭出来，没想到此时电话再次响起，可麦克并没有理会，直到麦克看见了红外线已经瞄准了他的妻子。麦克意识到情况不妙，让妻子赶紧离开。而此刻黑哥终于发现了不对劲，红外线的出现让黑哥意识到麦克遭受到了威胁，麦克只能赶紧回到电话亭准备接电话。黑哥赶紧让自己的手下停火，他同意了让麦克接电话，可黑哥也不想让这名神秘人知道自己已经发现了他，于是他立刻吩咐自己的手下秘密行动，不要引起神秘人的注意，让他们地毯式搜索找出这名潜伏在附近的狙击手。接起电话的麦克却从神秘男子口中得知，有一把手枪就藏在了电话亭的上方。原来神秘男子早就精心布置了这一切，他早已策划好将这里可能出现的意外栽赃给麦克，并且他威胁麦克从上面拿下手枪。神秘男子再次用劳拉的生命做威胁，麦克只能按照要求准备去拿下枪。可麦克也知道，一旦他拿下枪，自己也会被警方当场射杀，因为他也不知道黑哥有没有发现自己被威胁。试探性去拿枪的麦克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正因如此，他已经在枪上留下了指纹。神秘人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可神秘人还不知道警方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麦克为了自救，他故意假装崩溃蹲在了地上，利用视角盲区，他偷偷用手机拨通了妻子的电话。接到电话的妻子立刻找到了黑哥，黑哥确定麦克确实遭到了狙击枪的威胁，可神秘人也发现了麦克行为异常，让其赶紧起身。麦克只能赶紧将口中的电话挂断。黑哥从麦克妻子的口中得知，之前有陌生男子曾打电话给他，也许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黑哥让自己的手下立刻去调查这通电话的地址来源。为了掩人耳目和拖延时间，黑哥假装并不知情，继续和麦克谈判，并未打算放过麦克的神秘男子让麦克对着媒体镜头坦白自己曾经干的坏事。也许他会选择放过麦克，麦克只能如实说出了自己那些黑历史。他满嘴谎言，不仅欺骗朋友，欺骗妻子，甚至是自己的家人。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择手段。麦克说着，声泪俱下，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面对这样的忏悔，现场所有人陷入了沉默。麦克的忏悔如同一面明镜，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黑暗面。而此刻，警方通过追踪劳拉妻子那通电话，锁定了神秘男子的位置。他们立刻展开了抓捕行动。可此刻，神秘男子仍然不打算放过麦克，他让麦克拿出电话亭上头的手枪，否则他立刻杀害麦克的妻子。没有退路的麦克只能选择牺牲自己，他拿着枪疯狂地叫喊着，神秘男子朝自己来。随着一声枪响，麦克直接倒在了地上，警方已经将其击倒。另一边，行动小组也成功来到了神秘男子所在的房间。可没想到的是，在警方来到这里之前，他就已经选择了割喉自尽。而麦克此时并无大碍，因为警方早已将子弹换成了橡皮弹。黑哥早已经料到这一步。让麦克没想到的是，神秘男子竟然就是那名与其发生摩擦的外卖小哥。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中了橡皮弹的麦克将被送去医院治疗。此刻精神有点恍惚的麦克却发现了真正的神秘男子眼镜哥。眼镜哥当面和麦克做了告别，他履行承诺放过了麦克，而这一切似乎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外卖小哥成了无辜的替罪羊。此刻的麦克非常的虚弱，根本没法动弹和说话，他只能眼看着真凶大摇大摆在案发现场消失不见了踪影。